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情感故事。接下来我将用当事人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整个故事。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点赞订阅，谢谢大家啦！我叫李秀琴，今年68岁，是个土生土长的台湾阿嬷。说到我这把年纪了，还能遇到真爱，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人生啊，真是充满了意外。谁能想到我这个传统老太婆会和一个比我小20岁的非裔外国人走到一起呢？事情要从3年前说起。那时候我刚刚退休，老伴过世已经5年了，子女们各自成家立业，孙子孙女们也都上学去了。我那个大女儿秀芬总觉得我一个人住太孤单，硬是把我拉去参加什么乐龄俱乐部，说是要丰富我的晚年生活。哎呀，我当时心里可不情愿了，觉得那是一群老人家无聊凑在一起打发时间的地方。妈，你就去看看嘛，整天待在家里看那些无聊的连续剧，人都快发霉了啦。秀芬这样劝我，没办法，为了不让女儿担心，我只好勉为其难的去了。谁知道这一去，竟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俱乐部每周3会举办各种活动，有时候是舞蹈课，有时候是烹饪班，还有时候是外语学习。我从小就对跳舞有兴趣，只是当年家里条件不好，没机会学。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，我就报名参加了舞蹈班。就是在这个舞蹈班，我遇见了杰森。杰森是我们的舞蹈老师，一个来自美国的黑人，今年48岁。第一次见到他，我就被他那阳光般的笑容和健硕的身材所吸引。天啊，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么帅气的舞蹈老师，年轻女孩子们不知道要怎么疯狂追求他呢。各位阿姨婆婆们好，我是杰森，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跳舞。他用着有点生硬但很可爱的中文向我们打招呼，班上的阿嬷们都笑成一团，有人小声说，好帅哦，这么年轻，皮肤黑黑的，好特别。我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，但心里却莫名其妙的紧张。哎呀，我这个老太婆在想什么呢？竟然对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外国人有感觉。课堂上，杰森教我们跳简单的华尔兹，他的动作优雅又有力，一看就知道是专业舞者出身。我虽然是第一次学跳舞，但似乎特别有天分，很快就掌握了基本步伐。李女士，你跳得很棒。杰森注意到了我，还特地走过来表扬我。哪有啦，我这把老骨头勉强动一动而已。我不好意思地回答。不会啊，你的节奏感很好，而且身材保持得这么好，一点都不像60多岁的人。听到他的夸奖，我心里美滋滋的。确实，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身材依然苗条，皮肤也比同龄人紧致。1.65米的身高，50公斤的体重，穿起衣服来还是很有气质的。就这样，每周3的舞蹈课成了我最期待的事情。为了上课，我开始精心打扮自己，买了新衣服，甚至去美容院做了头发。女儿看到我这样，还以为我要去相亲呢。妈，你最近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啊？俱乐部有什么帅气阿伯吗？秀芬打趣道。讨厌啦，人家就是想把自己弄得体面一点嘛。我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想着杰森那阳光般的笑容。随着上课次数的增加，我和杰森的互动也越来越多。有一次课后，他主动邀请我去喝咖啡。李女士，有空一起喝杯咖啡吗？我想请教你一些关于台湾文化的问题。好啊，不过你要叫我秀琴就好，叫李女士感觉好老。我笑着回答。在咖啡厅里，我们聊了很多。杰森告诉我，他来台湾已经10年了。最初是因为工作关系，后来爱上了这里的生活节奏和人情味，就决定留下来。他在台北有一家小小的舞蹈工作室，平时教年轻人跳现代舞和爵士舞，周3则到乐龄俱乐部做义工，教老年人跳舞。台湾的老年人很可爱，很有活力，尤其是你，秀琴，你的眼神里有种年轻人才有的光彩。他真诚地对我说，哎呀，你这样夸我，我会不好意思的啦。我感觉自己的脸红了。天啊，都这把年纪了，还会脸红，我简直像个小女孩一样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开始有了更多的单独相处时间，课后一起喝咖啡，周末偶尔一起去看电影或者逛街。杰森对台湾的美食特别感兴趣，我则带他去尝遍了各种小吃。我们一起去了夜市，一起爬了阳明山，一起在淡水河边看夕阳。我知道我爱上他了，
一个比我小20岁的外国人，这简直太疯狂了。但心动的感觉骗不了人，每次看到他，我的心就砰砰直跳，就像回到了18岁那年，第一次遇见我已故的老伴时的感觉。秀琴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有一天，杰森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年龄差距，也有文化差异，但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爱上你了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听到这句话，我先是震惊，然后是狂喜，最后又是担忧。杰森，你知道我的年龄吗？我都可以当你妈了，而且我有子女，有孙子孙女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但爱情不应该被年龄和身份束缚。我爱的是现在的你，秀琴。他坚定地说。我鼓起勇气，点了点头。我也爱你，杰森，但我们的路不会好走。果然，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时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妈，你疯了吗？他比你小20岁诶，他是不是看上我们家的钱了？秀芬激动地说。对呀，妈，这种年轻外国男人娶老太太，不就是为了钱和身份吗？儿子志明也附和道。你们不要这样说，杰森不是那种人，他有自己的事业，生活也很稳定。我为杰森辩护。妈，你醒醒吧，你都已经是个阿嬷了，我女儿都18岁了，比她小不了多少。你要让我女儿叫她什么？阿公吗？这也太奇怪了吧。秀芬的话犹如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。是啊，我的孙女都18岁了，确实比杰森小不了多少。这样的关系确实很难让家人接受，但爱情一旦萌芽，就像野草一样顽强的生长。尽管家人反对，我和杰森还是决定在一起。我们没有大张旗鼓的宣布，只是悄悄地维持着这段感情。随着相处时间的增长，我对杰森的了解也越来越深。他不仅是个优秀的舞者，还是个温柔体贴的男人。他会在我生病时照顾我，会记得我喜欢吃什么，会为了哄我开心而做各种傻事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尊重我，把我当成一个独立的女性来看待，而不仅仅是一个需要照顾的老人。在他的鼓励下，我开始尝试各种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事情。我们一起去了日月潭泛舟，去了垦丁冲浪，甚至计划着去他的祖国美国旅行。秀琴，你知道吗？在美国，像我们这样的跨年龄、跨文化恋情其实很常见，人们更加开放和包容。杰森安慰我说，真的吗？那我们去美国生活好不好？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的眼光了。我半开玩笑地说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真的可以考虑。不过我更希望能在台湾生活，因为我爱上了这里的一切，特别是你。他的话让我心里甜滋滋的，但现实问题依然存在。家人的反对是一个巨大的障碍，特别是当我看到孙子孙女们疑惑的眼神时，我内心深处也会产生动摇。但每当这时，杰森总会适时的出现，用他特有的方式安慰我。爱情没有对错，只有勇气和坚持。他总是这样告诉我。在一次家庭聚会上，情况突然变得更加复杂。杰森应我的邀请来参加，但气氛异常尴尬。孩子们表面客气，实际上却处处针对杰森，问他的工作是否稳定，是否有足够的积蓄应对未来，甚至暗示他是不是看上了我的房产。妈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会让我们很难堪。我同事都在问，你妈是不是被骗了，找了个黑人小白脸。秀芬在厨房里压低声音对我说，你不要这样说，杰森是真心爱我的。我反驳道，妈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你觉得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会喜欢一个老太婆什么？除了钱还能有什么？你看看你自己，皱纹满面，头发花白，身材早就走样了，他会爱你什么？秀芬的话像刀子一样刺痛了我的心。是啊，我都已经是个老太婆了，皮肤松弛，满脸皱纹，身材也不如年轻时那么曼妙了。杰森为什么会爱上我呢？这个问题开始在我心里萌芽。当晚回到家后，我在镜子前仔细打量自己，虽然保持得不错，但岁月的痕迹还是清晰可见，眼角的鱼尾纹，颈部的松弛，手背上的老年斑，这些都是时间留下的印记，怎么也掩盖不了。我真的配得上杰森吗？我不禁自问。第二天，杰森来找我，脸上带着前所未有的认真表情。秀琴，昨天的家庭聚会让我意识到一件事。他坐在我面前，握着我的手说，我的心一沉，以为他要提分手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果然来了，
我强忍着眼泪，准备接受现实，我们应该结婚，正式的确立关系，这样你的家人才会知道我的决心。什么？我惊讶地抬起头。是的，我想娶你，秀琴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，也不在乎所谓的年龄差距，我只知道我爱你，想和你共度余生。听着这番话，我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杰森，你知道我们会面临很多困难的吧？我知道，但我不怕。爱就是要有勇气面对一切困难。他坚定地说。就这样，我们决定结婚了。尽管家人强烈反对，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。我们选择了一个简单的仪式，只邀请了少数支持我们的朋友。我穿着淡粉色的旗袍，杰森则穿着帅气的西装。虽然没有奢华的场地，没有众多的宾客，但我们的心是满足的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。杰森激动地说。是啊，无论生老病死，我们都要互相扶持。我回应道，心里却有一丝不安。虽然杰森说过无数次他爱我，但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个疑问，他真的能接受我这个老太太逐渐衰老的过程吗？婚后，我们搬到了一起住，起初的生活犹如蜜月，每天都充满了甜蜜和欢笑。杰森会为我准备早餐，我则会为他烹饪台湾传统美食。我们一起看电影，一起散步，一起跳舞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年轻时的恋爱，充满了新鲜感和期待。然而，现实问题很快就浮出水面了。首先是文化差异。虽然杰森在台湾生活多年，但他骨子里还是个外国人，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。比如说，他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每天给祖先上香，而我则不习惯他的一些西方生活方式，如晚上洗澡而不是早上。秀琴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换个方式纪念你的祖先呢？比如放张照片就好了，那个香味我真的有点受不了。杰森有一天这样提议，这是我们台湾人的传统啊，祖先保佑我们，我们当然要表达感谢。我有点生气地回答，小事情积累多了就变成了大问题。我们开始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，有时甚至一整天不说话。更严重的是家人的态度。尽管我和杰森已经结婚，但我的子女们依然没有接受他。他们拒绝称呼杰森为爸爸或继父，甚至在家庭聚会上故意不邀请他。每当我提出抗议，他们就会说，妈，你自己选的路，别怪我们不配合。这种冷战状态让我非常痛苦。一方面，我爱杰森，不愿意伤害他；另一方面，我也深爱着我的子女和孙辈，不想与他们疏远。杰森，也许我们应该多给孩子们一些时间适应。我试图安慰他，我已经等了很久了。秀琴，我理解家人的重要性，但他们也应该尊重你的选择和幸福。杰森显得很沮丧，生理需求也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微妙问题。杰森正值壮年，那方面的需求自然比我强烈。虽然我尽力满足他，但有时候真的力不从心。我们之间的亲密时刻，常常让我感到既幸福又担忧，幸福于被爱，担忧于无法长久满足他。有一次，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后，我鼓起勇气问他，杰森，如果有一天我老到连床都下不了了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？他抱紧我说，当然会。爱情不仅仅是身体的结合，更是心灵的香气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会一直爱你，照顾你。他的话让我感动不已，但疑虑并未完全消除。毕竟，言语和行动之间有时候存在着巨大的鸿沟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。我发现自己开始对杰森的一举一动都格外敏感。他晚归一次，我就怀疑他是不是去见了年轻女子。他看手机时微笑，我就猜测是不是有人给他发了暧昧信息。秀琴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不信任我？杰森注意到了我的异常。我只是怕失去你。我老实承认，我比你大那么多，总觉得配不上你，怕有一天你会嫌弃我老，去找年轻漂亮的女孩。傻瓜，我若想找年轻女孩，当初就不会爱上你了。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的年龄和容貌。他认真地说。这段话暂时安抚了我的不安，但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会不断生长。特别是当我们出门时，看到路人投来的异样眼光，听到背后的窃窃私语，我的自卑感就会更加强烈。那个台湾阿嬷是不是被洗脑了？找了个黑人小鲜肉，肯定是冲着钱去的啦，不然谁会喜欢一个老太婆？这些话语如同针刺，
深深刺痛了我的心。每当这时，杰森总会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给我力量。别理他们，秀琴，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爱情有多真挚。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为了钱财，杰森主动提出签署财产公证书，确保我的所有财产都由我自己掌控，并在我过世后直接传给我的子女。这个举动让我很感动，但也让我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在外人眼中是多么的不堪。杰森，你不必这样做的，我相信你不是冲着钱来的。我心疼地对他说，我知道你信任我，但我希望所有人都知道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任何物质条件。他坚持道。然而，生活中的磨难并未就此结束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的健康状况开始下滑，先是膝盖疼痛，需要拄拐杖，然后是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病接踵而至。照顾我的重担落在了杰森身上。秀琴，我们去医院复查吧。杰森每天都会提醒我按时吃药，定期复查。麻烦你了，杰森，我常常感到愧疚，觉得自己成了他的负担。这有什么好麻烦的？照顾你是我的责任和幸福。他总是这样安慰我。眼看着我的身体一天天变差，而杰森却依然年轻力壮，我心里的不平衡感越来越强。我开始暗自担心，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卧床不起，需要全天候照顾，杰森会不会撑不下去？杰森，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人照顾，你就把我送进养老院吧。一天晚上，我突然对他说，你在说什么傻话？我们是夫妻，互相照顾是理所当然的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他坚决地回答。他的话让我倍感温暖，但现实的残酷很快就显现出来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晕倒在家中，被送进了医院。医生诊断我患上了脑中风，需要长期康复治疗。杰森，我怕我会成为你的负担。躺在病床上，我虚弱地说，别傻了，秀琴，我发誓会照顾你到最后一刻。他握着我的手，眼中含着泪水。然而，病情的恶化比我们想象的更快。出院后，我几乎失去了行动能力，需要专人照料。杰森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来照顾我，这让我们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加紧张。妈，我们决定帮忙照顾你。有一天，秀芬突然来访，提出这个建议。不用了，我和杰森可以处理好。我婉拒道，妈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杰森一个人怎么可能照顾得了？而且他还要工作养家。秀芬坚持道。最终，在多方压力下，我同意每周去秀芬家住几天，让杰森有时间工作和休息。这个安排看似合理，却埋下了祸根。妈，我们觉得你应该和杰森离婚。在我住进秀芬家的第2个月，他和志明一起找我谈话。为什么？我们好好的。我震惊地问。好好的，妈，你看看你们现在的生活，你卧病在床，他疲于奔命，这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。而且他最近开始接触一些年轻女性，你知道吗？秀芬意有所指地说。你胡说，杰森不是那种人。我激动地反驳。妈，我们有证据。志明拿出手机，给我看了几张照片。杰森和一个年轻女子在咖啡厅交谈，两人看起来很亲密，这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我的声音开始颤抖。妈，醒醒吧，他已经受不了了。照顾一个病重的老太太，谁能坚持下去？特别是当他还正值壮年，有大好青春的时候。秀芬毫不留情地说，我的心如刀割。虽然不愿相信，但照片确实是真的。杰森和那个年轻女子看起来很开心，那种笑容是他最近在我面前已经很少展现的了。当杰森来接我回家时，我决定直接问他，杰森，这个女孩是谁？我把照片给他看，他先是惊讶，然后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她是我工作室的新学员，我们只是在讨论舞蹈编排而已。真的只是这样吗？我追问。当然是真的。秀琴，你怎么会这样怀疑我？他显得有些受伤。因为我觉得我配不上你，我老了，病了，成了你的负担，而你还那么年轻，有大好的人生等着你。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秀琴，你听我说。他蹲下来，平视着我的眼睛。我爱你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无论我们面临什么困难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这就是爱情的意义。听着他的誓言，我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。然而，命运却没有给我们太多的时间去证明这份爱情。就在那次谈话后的第3天，我的病情突然恶化，再次被送进了医院。
医生告诉杰森，我的情况很不乐观，可能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杰森躺在重症监护室里，我虚弱地叫着他的名字，我在这里，秀琴。他紧握着我的手，眼中含着泪水。对不起，我不能陪你走完这一生了，我艰难地说道。别这样说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他焦急地安慰我。杰森，答应我一件事好吗？什么事都可以，你说。我走后，你要好好生活，找个年龄相仿的好女孩，组建自己的家庭。不要，因为我耽误了你的人生。说完这些话，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平静。不，秀琴，我只爱你一个人，没有你，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。他痛苦地说，傻瓜，真爱就是希望对方幸福，即使没有自己在身边。我微笑着说，然后缓缓闭上了眼睛。我感觉自己的意识正在慢慢远去，耳边是杰森绝望的呼喊和医护人员急促的脚步声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我想起了我们相遇的那一天，他阳光般的笑容和热情的舞姿。如果可以重来一次，我依然会选择爱上他，尽管这段爱情最终以悲剧收场。因为爱过，所以无悔，即使是短暂的幸福，也胜过一生的遗憾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姐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没有年龄、种族和国界的限制，但它也不是万能的。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和偏见，往往会给跨越常规的爱情带来巨大挑战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，同时也要理性面对可能遇到的问题。最后，感谢大家收听我的情感故事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